美国众议院新议长麦卡锡之前嚷嚷说要窜访台湾，要效仿前任佩洛西，以此来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对华强硬。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麦卡锡在竞选时和当选后，在对待窜访台湾的问题上，其实是态度有所不同的。当初竞选时候，麦卡锡口口声声保证自己一旦当选呢，必然会兑现竞选承诺，效仿佩洛西窜访台海。他还有很多对华强硬的措施没有表现出来。而在当选之后，其态度不说180度大转弯，至少也是遮遮掩掩，刻意回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提窜访台湾的事情。后来被美国记者当面问起这一问题，麦卡锡才首次公开确认他短时间内不打算窜访台湾。但是现在关于麦卡锡窜访台湾这个事情又有了新的说法。岛内当局消息人士透露说，麦卡锡短期内不窜访台湾，其实是因为台当局自己提出要求。关于台湾为何希望麦卡锡短期内不要来，其实逻辑也很简单。岛内选举日益临近当下，台当局担心，如果麦卡锡再次窜访台湾，导致解放军像去年佩洛西窜访时那样整个大的再来一次环岛军演，东风导弹飞越台岛上空，开启常态化对台海巡逻，加大力度，那么届时岛内势必又要面临一波内外交困的局面。台当局会因为自己的挟洋自重、以武谋独的行为自食其果。上一次解放军环岛军演时，对台当局的打击就已经很大了。经济方面损失惨重也就不说了，支持率更是在其后一段时间内狂跌不止，所以台当局也就那点小心思，担心如果选举前这个节骨眼上让麦卡锡窜访台湾，会遭到大陆方面强而有力的回应，导致选情万劫不复。说到底还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同时还有岛内消息指出，台当局要求麦卡锡暂时不要来台，但选举以后就是另一件事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美国那边不过是缓兵之计，正如麦卡锡所说的，短时间内不打算窜访台湾，但长远来看还准备要去。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给这个事情支了个招，表示为了不像上次佩洛西窜访台湾时那样引起大陆方面的强力反制，美国可以派出副总统哈里斯访问大陆，也就是说美国的2号人物、3号人物届时会同时出动，一个来大陆，一个去台湾，以显示所谓的美国对华友好，并不希望与中国为敌。虽然这个消息是美国人单方面放出来的，没有得到我国回应，但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美国人的此举有多么自负可笑。美国官僚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派出比麦卡锡更高一级的2号人物哈里斯与麦卡锡窜访台湾的同时出访大陆就能万事大吉，不会引起中方的反制和抗议。但我们要试想一下，美国官僚此举以及这种又坏又蠢的想法，何尝不是在营造一中一台，蓄意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的主权底线呢？确实得说美国人世界霸主、全球老大的位置坐惯了，习惯性认为我都派2号人物去你家总该行了吧？殊不知他们能产生这种想法，其自以为是的程度本身就已经非常夸张了。美国人自上而下高高在上的认为，他们给了所谓的面子，那中国就得接着收拾，却没想过美国高官窜访台湾这件事情本身对大陆而言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也绝对不可能合理化。这和美国派出什么样的人来华访问没有半毛钱关系。别说是哈里斯了，你就是拜登亲自来，在一个中国这种事关主权和原则性的问题上也是绝对没商量的。再者，中国也不是你想来就能来，挑衅中国主权、伤害中国利益，还要到中国来上门拜访。美国高官政客们的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由此可见一斑。自负、自大、无知的美国官僚，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情况。话说回来，其实美国官僚办蠢事不是第一次了，之前还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根据美国国内后续披露的消息来看，当初佩洛西参访台湾的时候，佩洛西身边的幕僚曾建议他穿一件暖色的衣服，因为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不那么有攻击性，可以降低窜访台湾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位官僚提出的建议本身已经够可笑无知了，但更可笑无知的是，佩洛西最后还真就听信了这个建议，真就穿了一身粉色西装去窜访台湾去了。实在是让人感叹美国官僚体系现如今的自以为是和自大无知的程度，真让人大开眼界。用又蠢又坏来形容，还真的是恰当贴切的。经常看迷彩虎视频的朋友们肯定记得本虎常说一句话呀：美国这帮高官政客现在已经把自身利益、党派利益完全凌驾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上，整天干着损害国家利益的事给自己捞油水。能这么评价这群人，绝非是随便说说。大家不妨看看美国政府现在谋划都是什么。拉选票、拉支持率、上蹿下跳、政治作秀，只要有利于选票的事，上刀山下火海都要干。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中美关系持续走低，两国的经贸和多领域合作以及美国自身经济都受到大幅影响。长远来看，对中美两个全球顶级强国的外交关系更是一呼无穷。
这一切皆是因为美国高官不负责任而导致的，而不是中方的责任。美国国家利益被损害到什么程度，现如今这帮美国高官并不在乎，至少不如他们在乎自身利益、党派利益的程度高，是可以被舍弃的对象。若放在10几年前、20几年前，有谁能会想到，如今的美国高官政客竟然会断势到如此程度？